妈，妈，我来了。闺女，你来了。你这干什么呢？我收拾家务。不是，我哥跟我嫂子呢，怎么让你在家干活？他们人呢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小点声。你嫂子和你哥还没起床呢。你说什么？还没起呢？这都几点了还没起床？这太阳都晒干屁股了。兰兰，你这是干嘛呢？让他们两个休息休息，这妈也累不着。妈，你怎么替他们说话呀？这你年纪大了，你就应该享福，家里的活就应该让他们干。哎呀，这没什么活，这擦擦桌子，干点小家务。闺女，你别再说了。那也不行，这家里什么活都应该他们干，你一点都不能沾手，听到没有？我这是为你好。妈，你傻呀？我知道，你心疼我，都是为我好。站好了吗？这还差不多。妈，我跟你说，你呀，就是太惯着他们了，什么活都自己干。要我说，就应该给他丽丽加规。行了，丽丽我嫁闺呀。其实你嫂子呀，她平常呀对我可好了。是，她能对你不好吗？这家里什么活都让你干完了，她要再对你就不好，这人家不得说她呀？哎呀，我说闺女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妈，我这是在替你教育教育她。说什么呢？哎，燕子，说什么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？刚才说的话你不也听到了？我说兰兰，你这大早上的来到我家，在这里吆三喝四的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心里不清楚？这凭什么让妈干活？你不会干的。这活又不是我让妈干的，是妈她闲不住。哼，这妈不干，我起来了自然会干。你说的好听，你干了吗？我哪次来的时候不是妈在干活呀？妈，你别拦着我，就让我说。你要是心疼妈，你可以帮妈干呀。兰兰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来到我家，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，是因为什么？不就因为前几天吗？兰兰，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吗？那个嫂子，我今天过来有个好事要告诉你。好事儿？什么好事儿？我要买车了。是吗？你现在这么有出息了，都有钱买车了。是呀，不过嫂子，我跟大海这要买车吧，手里还差点，要不你先借我点儿。借钱呀？兰兰，真不是嫂子不帮你，现在嫂子手里确实没有钱。嫂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还没说借多少钱呢，你看你，这有这么小气吗？不是小气不小气的事儿，我手里要有多余的钱，我肯定会帮你的。只是你看，小宝马上也要上学了，这个学费都是提前交的。你说咱妈也没有工作，那么大年纪了，这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，这手里没有一点钱，这怎么办？行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就问你，我找你借2万块钱，你借不借我？我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借给你。我要是把我手里仅有的这些钱给了你，那以后我们怎么生活呀？我不能全部拿给你啊。我也算听出来了，你那意思就是有钱你也不借给我。我刚才都说了，我这笔钱是留着给小宝当学费呢，还有就是应急用呢。我要是给了你，我们怎么办呀？不是嫂子，我找你借钱，我又不是不还给你，你至于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也不是怕你不还给我。你说但凡我手里要有多余的钱，你不说话我肯定也会给你的。现在不是确实没钱吗？你是没钱吗？你是有钱，你是不借给我。不借就不借，你至于说那么多废话吗？兰兰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我跟你哥结婚那么多年，这我们2个工资本来就不高，这一家老小的开销也挺多的。你说手里也没存到什么钱，你现在来找我借钱，我确实拿不出来。我也算听出来了，这你啊根本就没把我当成一家人，不就是因为我是嫁出去的女儿嘛，所以啊你觉得我跟你们不是亲人。这我遇到困难了想买车，你们都不愿意帮我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我现在自己的日子都过不好，我怎么帮你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你自己刚才说了，你有钱你不借给我，我可是我哥的亲妹妹啊！我现在要买车，你不借给我。兰兰，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？行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你什么人啊？我也算看清楚了。你给我等着，你不借给我是不是？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哎，兰兰，这样呀？我那天都跟你说过了，我手里没有多余的钱。我要是有多余的钱，我肯定会借给你。你至于揪着这件事不放吗？在这里找我的事儿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
你但凡要是把钱借给我，这下雨天我会骑个电动车被淋得一身吗？合着你那么大人了，挣不上钱，买不上车，还怪我啦？不怪你怪谁呀？你要把钱借给我，我这个车不就买回来了吗？自己没本事还怪别人啊？你可真有脸呀！那又不是你的钱，那是我哥的钱，我哥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花这心安理得。你凭什么不借给我呀？什么兰兰？什么你哥的钱？妈，你别说话！我跟你哥结婚了，那是我们两个的钱，那钱也有我的一份。什么你的钱？你嫁到我们家，这家就是我们说了算，你就是个外人。我是外人，你搞清楚，你才是那个外人吧？你都已经嫁出去了，这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回到娘家少多嘴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你呢？兰兰，别说了，我听出来了，燕子，这妈就说中你了。这当初你妹妹给你借钱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先借给她。妈，这我们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啊。我跟尊宝每个月工资就那么多，这小宝还小，家里需要开支的地方还多着呢。我手里就那点钱，我全部给了他，我们一家人不需要钱吗？怎么生活呀？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，可是那些事情啊，可以再缓一缓。这你妹妹不是急着买车吗？不管怎么说，你一个做嫂子的，你的钱呀，应该先让她用。妈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那小宝上学，回头交学费没有钱，他拿着这些钱去买车了，我找谁去啊？再说了，他买车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没钱啊就缓一缓，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再买。这小宝不是还没开学吗？如果开学了，我也可以帮你想想办法呀。妈，你都那么大年纪了，你能想什么办法呀？再说了，你就算帮了他这一次，还有下一次，你自己说说看，这他来了咱家借了多少次钱啊？哪次他还了？我这一次不就是找你借钱，你没借给我吗？你要是借给我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会不还给你？而且我会连之前的一起还了。你拿什么还？你买车你都没钱，你拿什么钱还我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没钱呀？你有钱你去买车呀，来我家干什么呀？找我借钱干什么呀？我不就是找你借2万块钱吗？你至于吗？我看你这个人就是小气，连这点钱都不借给我。我的钱，我想借就借，不想借我就不借。现在我不愿意借给你。我看出来了，你呀就是个守财奴，这我哥怎么就娶了你了呢？你这话说的，再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嫂子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嫂子是外人，对我来说，我就应该这么说你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两个别再吵了。妈，你以为你这样是帮他呀？你是会害他，你能帮他一辈子吗？说我妈干什么呀？燕子，你别再说了，这不管怎么说，她是你的妹妹，这她遇到困难了，你不应该帮她吗？他这是什么困难呀？都说救急不救穷，之前我帮了他那么多次，就这一次我没帮他，他都记到心里了。我就记在心里，怎么了？我哥真是瞎了眼才会娶了你。要我说，我跟就应该你离婚，找个更好的。你哥跟我离不离婚，你管不着，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我怎么管不着？他是我哥，他的事就应该我跟我妈做主。你把你哥叫过来，看他听不听你的。行，你把我哥喊出来。哎呀，有完没完呀？行了，有完没完呀？哥，你来了，你管管你这个媳妇儿，你说她就是个守财奴，不就借点钱吗？至于吗？要我说，你跟她离婚，我给你找个更好的。离婚？我，哎，可你干什么呀？珍宝，你怎么能打你妹妹呢？兰兰疼不疼呀？哎呀，珍宝，这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？好好说。刚才你说的话，我在屋里全都听到了。兰兰，你给我看清楚了，她是我媳妇儿，也是你嫂子。什么时候轮到你在她面前说三道四了？还有没有点规矩啊？说来怎么了？她就是一个外人。坏人？什么外人啊？啊！要说这个家里有外人，那个人就是你。你都多大的人了啊？不好好干你的工作，挣钱去，还整天往娘家跑，跟娘家人要钱，丢人不丢人啊？妈，你看我哥怎么说我呢？珍宝，怎么说你妹妹的？这你妹妹遇到困难了，你一个做哥的不应该帮帮她吗？妈，你就护着她吧。还她遇到困难了？她遇到什么困难了？她这遇到困难了吗？她这是虚荣心作祟，还买车？没钱你买什么车呀？给你买的车你有钱加油吗？想买车你自己挣钱去买呀，找别人借钱买车，你算什么本事啊？要你管，这个车我想买就买。哎呀，我让你买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啊，这个家里所有人都说着呢，不准借给他1分钱，我看你怎么买。你说什么？不借给我钱？行啊，你要不借我就坐这不走了。妈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你闺女，现在
我过不好，大家都不要过好。翠宝，你别把话说的那么绝情。哎呀，兰兰，有什么话跟你哥好好商量着说。我跟他商量什么呀？你看他那个态度，就知道护着他媳妇儿，一点都不知道心疼我这个妹妹。我护着你嫂子，我是护着你嫂子吗？我这是就事论事。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这么大的人还像个寄生虫一样，天天向家里要钱。我要是再帮着你，我就等于害了你。你跟你嫂子借钱，你嫂子不给你，你就在家里耍无赖啊！还这样说你嫂子？你在外面呢，你给你朋友借钱，你敢这样耍吗？我告诉你，少在家里喝，喝也没有用，出了门没人会惯着你。妈，我知道你疼他，但是你不要过度的溺爱他，你这样只会害了他。行了，他不是想在这待着吗？那你就在这待着吧。妈，你想陪他你就陪着他，但是这个钱你一分钱不能借给他。燕子，你别生气了，走，咱们出去旅游散散心，不要搭理他。走。哎，妈，你看我哥。行了，兰兰，别再闹了。我觉得你哥说的对，你都结过婚了，也是大人了，不能老是任性。以后好好工作，等你自己攒够了钱，再买车也不晚呀。不是妈，你怎么向着我哥说话呀？我不是向着他说话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人家呀借给你是情分，不借给你是本分，不能因为这件事情，你和你哥、你嫂子伤了和气呀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我看你就是向着我哥说话，不向着我。以后我不拦着还不成？哎，兰兰，你说这孩子什么脾气呀？这是，哎呀。